好，接下来关心10艘的05万吨大区现在全面的成军。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它的战力是否全面改写呢？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南昌舰1对2震慑外敌。今天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现在海上霸权重新改写的原因，就是因为东莞号跟安庆舰呢，它已经正式的列装到东部战区了，也就是代表05大区现役的数量正式的突破了10艘。我们要知道其实在短短的6年就有10艘成军。当时从这个2020年首舰南昌舰开始算起的话，其实成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05大区的战力，带观众朋友也稍微来看，万吨级排水量，112个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具备区域防空、反舰、反潜、对陆打击等等的能力哦。一艘05大区就是一个海上的作战节点，被视为是航母编队的带刀侍卫。这么快，6年期间10艘，代表什么样子的一个动员能力？10艘大区对于未来解放军整体的战力的提升有多大？将军怎么看？马汉美国的战略学者叫马汉他提的海权论，他特别讲了一个观念，就是哪个国家能够掌握到海权，他就拥有这个全世界的财富那我们看到从最早的时候是英国掌握了海权，它等于说建造一个所谓日不落国的一个帝国。然后2战之后是美国掌握全世界的海权它现在有11艘航母部署在全世界各个节点，所以变成美国是超级的一个大国。那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也看到了，所以它积极的在发展它的海军的作战实力。那从最早的它所谓的沿海的海军沿海海军就是说你的军舰只能在沿海走不能在超过陆上掩护的作战距离。那到现在所谓的远洋海军就是深海海军，深海海军就是它有航母战斗群它整个航母战斗群开出去，它可以张开一张保护网，保护自己的舰队。那因为有海上海权，它就可以实施海上的运输在海上这个海运的安全，它就可以维护到自己海运的安全确保到这个地方。所以海权对任何一个国家到现在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国大陆来讲，它这个你看看055这个真的是超过我们预期的造舰速度从第一艘南昌舰舷号1洞1，到现在第10艘舷号11洞东莞号跟安庆号正式入列。中间也不过就6年的时间，居然有10艘的055这种大型的驱逐舰可以入列服役。除此之外，大家不要疏忽了，中国大陆来讲052D 这款的也是属于驱逐舰，也是战力很强的驱逐舰，它总共也有36艘另外还有3艘的航母，这个也已经入列服役了。之后可能第4艘航母也即将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就会成军。所以我认为这个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它海军实力已经很明显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快速的上升。那反观美国来讲，这时候它海军显现出来它这个力有未逮包括到我们这次看到福特号它的失火，还有它的兵力航母调配的不足，甚至于传言中它已经退役的李米之号，因为这次的中东战争都要重新再回来服役。我觉得从这边东升西降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那未来中国大陆应该，如果它05大区持续的建立，它的航母战斗群持续完成之后，我觉得它未来的战力就不再只限于这个所谓第一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它可能就可以突进到这个太平洋、西太平洋，甚至于到印度洋的可能性都很大。那时候很快的，我相信中国大陆在短期之内就可以看得到他们所谓建立他们海权的国家，可能继美国之后，世界崛起新的海权国家。好，海权霸权，中国大陆正在崛起当中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现在整个中国大陆解放军它的这个万吨大区，它所放置的位置、部署的位置，在北部跟南部现在呢是各有4艘，所以这样加起来是2艘嘛。那再加上刚刚我们讲的那2艘的话，就是东莞舰跟安庆舰加起来总共是10艘，等于说第一岛链现在全部都已经排好阵仗了，那可以来做完整的风控，就是它北部有这个朝鲜跟黄海，中部有台海跟东海，南部则是有
南海可以做到完整的区域拒止。张将军怎么看他的战力？我认为现在在很积极的做这个万吨这个大区哦，我认为他的考量，中国大陆考量是要让这万吨大区变成海上火力堡。为什么它112组垂发，上面可以挂到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反舰巡弋飞弹，还有这种海上的我们的海红旗防空飞弹。那这样的话，变成海上火力堡，为了它的单元最多嘛，112个，然后旁边它不会单舰作战，旁边有飞弹护卫舰跟飞弹巡防舰陪到，因为加强制空，还有加强水下作战，这它就安全了。然后它变成这个海上的火力堡，112个组出去，你看看那个形成多大的这个火力。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中国大陆的考量是考量到航空母舰在未来作战它的前瞻性，航空母舰在未来作战的这种战略价值慢慢降低了，是要大量的去做航空母舰，我认为会所惠不知，而且变成事倍功半。怎么说呢？因为航空母舰是吨重性，它出来的时候旁边飞弹巡洋舰、还有飞弹驱逐舰、还有飞弹护卫舰都要跟到，下面还要有一个这个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在做水下扫荡。哇，吨重性太大了，每次出来的时候这个阵仗那么大，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形成战略打击目标，阵仗太大，吨重性太高，你所能够发挥的这种作战的战力就会相对的受到压缩。第二个，高价，你这航空母舰跟万吨大气比起来，航空母舰贵多啦。对，我们看美国一个福特号，美国一个布希号，就要130亿美元，哇，这个你看看那个价格多大，高价性。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把它变成万吨大气，可以做10艘万吨大气，不是很棒吗？它是这样的，变成一个海上火力堡，又可以保持机动性，又可以保持火力的打击，不是很棒吗？这是我们讲的，这是这个高价性。第三个，航母的风险越来越高，包含超音速导这个弹道飞弹打它，无人机群也可以打它，蜂群战术或者蚂蚁雄兵去打它，还有个水下无人机、水下无人器，这去攻击它。所以现在航空母舰到处这个心惊胆跳啊，有的从太空过来的这弹道飞弹打它，对不对？我们讲东风24或东风26都可以打航母的，是不是？那现在无人机的大家是无人机的天下。这个蚂蚁雄兵就过来了，所以现在航空母舰呢，整个的战略价值慢慢降低。那要取而代之是什么？万吨大驱嘛，你要找一个海上火力堡就出来了嘛。这个换句话说，这个万吨大驱它以后变成海上作战集群，我不是一艘出去，我旁边带的2到4艘，这个一个集群就出去了，结果可能发挥的机动性，可能发挥的打击力道还不输航母，结果航母那么贵。那既然万吨大气可以做取代，那干嘛不发展万吨大气？机动性快，机动性高，随时可以出去应战。那这不是？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这种本小效高、事半功倍的这万吨大气不用呢？我认为他已经看到未来前瞻的海上作战的特性而做修调。好，所以10艘的万吨大驱也代表这个解放军看到这个未来新型战场的策略正在改变哦，改成这种比较具有机动性的这个万吨大驱来在战场。那现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画面，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释出，就是南昌舰了。这时候服役6周年，它现在官方释出的画面就是南昌舰以1敌2，逼退外敌。重点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布？汉庭怎么看？在这个节点呢，公布以1敌2，就是要告诉世界，当某些强权正因为战略的误判，在中东失血的时候，西太平洋的海上长城仍然稳如泰山。那根据所公布出来的资料，是在远海遭遇了2艘外国的军舰船。那据目前的分析呢，可能是某国家的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还有附近的一些补给的舰队。那他们来跟踪啦，他们来骚扰啊。最后中国大陆的南昌舰，就透过不断的迂回，透过不断的这些运作，然后这个成功的逼退了对方。那在此时此刻，它的披露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在战略的期间，目前美军正从冲绳还有日本调离了大量的精锐前往伊朗的战场，所以亚太兵力呢出现了近10年以来的一种真空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南昌舰它的强悍表现是在警告一些如果有人想要投机的势力，对吧？就算美军主力东调，中国海军呢仍然是有很强大的优势。
第二呢，这也是一种展开军事的透明度跟自信的提升嘛。过去强调韬光养晦，现在呢就是要威慑，而且还要宣传啊，告诉大家自己是有实力的，而且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再来第三呢，总会有人觉得，你看大陆是纸老虎啊，你看这个美国可以两边都开战啊，对吧？那出来了一下，总是要能够证明中国大陆在近海第一跟第二岛链的时候，还是有非常强大降维打击的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做给国内的民众跟军队看的，干嘛呢？要传递，强军有我，战之能胜。在影片里面呢，有海军南昌舰的女兵，她就回忆当时的一个氛围。她说：“我要把好舵，要听清舵令，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到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哇，这当然就是宣传满满的爱国感啊。那我们也要问，那不知道。